轩，英国伦敦有多少人想要去观光、去旅游，甚至去住，甚至去游学？只是没有想到，现在英国伦敦真的是变了吗？你看到这个人，阿汤哥·汤姆·克鲁斯，这么威猛的一个人，现在竟然干了一件事情。他原本住在英国的伦敦，现在豪宅卖了，我要跑了，我要走了。为什么？伦敦现在跟我们原本想的都不一样了。稍微你想象一个画面哦，在台北市信义计划区里面最精华的，包括珠宝店，包括名牌店哦，甚至是有一些琳琅满目、珍贵的这种奢侈品。结果跟你讲说，有一个人骑着机车，拿着一把开山刀，就把他给抢了。那我问你，那边房价也好，居民也好，蒋万也好，会不会倒大霉？惨了，对，局长都要下台了。我跟你讲，竟然发生在英国。对，因为你现在看到的画面哦，就是英国的伦敦的信义区，它叫做 Night Bridge。什么叫骑士桥？而这个骑士桥呢，很多的知名的好莱坞，包括 Tom Cruise， 甚至包括 Rihanna， 全部都曾经或者是现在还正住在这边。结果被抢的这一家店，你知道吗？这个是 Rolex， 大家都知道名表，什么绿水鬼，什么水鬼，有的没的，一只几百万那种，劳力士被抢，而且3分钟被秒杀抢走。而且我跟你讲，这怎么抢，好不好？他骑着机车骑进去。对，我刚才讲的不夸张，他真的就把机车骑进去，然后也没有枪，他就拿着开山刀，然后外面呢路人哦对着街上要靠近的人开始在挥舞，有没有看到？拿着刀子这样挥，喇叭在旁边一直扒，因为大家看到吓坏了，结果就真的给他行凶得逞，损失数十万英镑，也就是几千万台币，就这样钱就不见了。大家知道，那我要讲一个重点哈，这个 Rolex 对不对？就在汤姆克鲁斯家楼下啊，他家楼下，就在他家楼下。所以我下来，我看到一个持刀的车子直接冲进来的。对，所以你想想看，你如果是汤姆克鲁斯，对不对？你改天有一天早上起来，因为我跟你讲哦，他都会到这个被抢的店对面的这种我们讲的人行道，对，以及有路树的地方，这边干嘛吗？跑步、慢跑。他每天早上都去慢跑。所以你想想看哦，他可能有一天呢回家，或者是有一天下来的时候发现说，哦，我家的劳力士怎么全部都围着一条一条封锁线，然后问旁边的人说，哦，被抢了。你还住得下去吗？马上就想要跑了吧！不要讲汤姆克鲁斯，我家楼下如果被抢，我都回到家，我都人心惶惶，我都心不安了。而且他这一栋是豪宅中的豪宅，这是最顶级的豪宅。这一户他们买起来单位啦，一个单位啦，大概要15亿台币。15亿的豪宅，对，它叫做海德公园1号，对，这是最顶尖的哦。那你想想看，最顶尖的海德公园1号。他家楼下被抢成这样子，你还住得下去吗？而且最后我再跟你讲一个更残忍的事实，赵尔有没有抓到人？没抓到，真的假的？对啊，到我们录影这个时间点，这歹徒说抓不到，阿汤哥家楼下，这是世界的大事。对，你英国警方你抓不到人，对，抓不到。然后你这附近还有什么？来哦，你看哦，这附近豪华到什么？来，比如说有哈德洛。这是很有名的一家精品百货公司哦，然后有5星级饭店，比如说宝格丽啊、文华东方啊，那甚至是呢，它附近有很棒的一个 view， 那住宅呢都是一些那种古典欧式的住宅，就这边真的是精华中的精华，就这个地方被抢，那你以为只有这件事情吗？比如说你看这个牌子哦，这个叫做 Gregory 哦 ，Gregory 这也是非常有名的这种珠宝的品牌，对，你知道看怎么抢吗？人还在里面哦，敲。我想这个时间很漫长，很痛苦。他就这样当着所有人的面，他店员也在里面哦，然后就把这个窗户敲碎，然后用手开始慢慢掰，然后掰了之后把珠宝这样子把它弄到自己的袋子里面。然后你知道店员的什么抵抗吗？跟他抢，比手快。店员把珠宝拨进来，他把珠宝拨到他的袋子里面去，然后拿盒子砸他的手，就这样。那我们讲，大家讲，你看店员还在那边反击，对，然后你看路人一大堆哦，对，不是没有路人哦，周边他整个有大概十几、20-30个路人，然后大家就眼睁睁看着这一切发生。早上10点半，对，就拿个锤子，光天化日，对，他真的干起来了。对，对面的搞不好是咖啡厅，大家喝咖啡，然后他说那边有抢劫，那就这样，那人就跑了，他就这样跑了，然后什么事情都没发生，然后唯一店家的反抗就是拿盒子砸他。然后呢，跟他抢着说，我把珠宝赶快收进来。所以你知道吗？整个伦敦的治安已经乱了套，然后最后被抢了，知道吗？就变这样空让大。你看，居民直接讲这1分钟的时间，他说太糟糕了，竟然发生早上10点半，也不是晚上，也不是小偷，是人家还在营业，里面还有人呢。那就这样子，这个东西就抢走了。那我跟你讲，还有更离谱了。刚刚这个是光天化日，对不对？有人直接开车，大家都知道这种 YSL 名牌嘛，精品包嘛，很有名嘛，他就开车直接把它撞进去。
一台车直接撞进去，对，他就把撞进 YSL， 对，直接大扫货。你知道为什么要撞吗？他把门撞开，因为那时候可能已经不是营业时间，他把门撞开之后呢，车子就开走嘛。所以你看哦，那个前面那个铁卷门，对不对？其实已经拉下来，然后整个往里面凹，然后里面的整个精品包包哈，大概被偷了130万左右，全部呢就是这样，能拿的是拿，能抢的是抢。哎，我们讲的这个东西都是非常奢华地带，而且你不要以为说我们拿旧过去的哦，不是造的，这都是在1-2个月内发生的。对，就这1-2个月内这样被抢，我们讲抢成这样子，抢到炸掉了。不是，而且刚刚我觉得最荒谬的是什么？当他敢光天化日这样抢，你刚刚说不管在对面喝咖啡也好，20-30个人看他抢，不对，英国英国不是一个民族性非常高的吗？他们不是民族的思想或者是民主的思想，互相帮忙的思想非常好吗？怎么每个人都装死啊？对，变人人自危嘛。来，为什么呢？我跟你讲，英国发生一个案件哦，让大家我们讲的匪夷所思。是什么案件呢？就是在公车上。公车上呢，原本公车司机他在开着他的车，然后突然发现哦，有一个乘客有2个呢出了一些意外。什么意外呢？有一个男的哈，开始对另外一个女乘客要抢她的项链以及她身上的饰品，而且真的抢成功了。然后抢成功之后呢，他一定是在车门开的时候要下车的时候抢，他就往外跑。那个公车司机呢，就你看到这个公车司机就是这样，对，然后他做了什么动作呢？追。我跟你讲，他真的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司机，他就马上追下那个车子，然后开始追着那个歹徒，跑了200公尺，200公尺你知道吗？他手脚非常好，把那个人扑倒。然后呢，压制在地，然后真的顺利，因为那个歹徒想说，我这样跑不掉了嘛，把这项链还给他，还给他之后，因为他就拿着这个项链回到车上，然后给那个女乘客，理论上大家应该给他拍手鼓掌嘛，就还给女乘客之后，突然有个乘客跟他讲，哎，你后面，他说我后面什么？那个歹徒跟回来了，他跟回来还想说发生什么事了嘛，他就转过去看那个歹徒啊，就你知道那个歹徒做了什么吗？我左拳挥过来打人了，那他只能反射性动作揍他一拳右拳了，来，正好出事情就在这边，他揍下去之后，我跟你讲，他没工作了。他没工作了啊！他被解职了，公司告他说你这样是侵害乘客，你这样不专业，你这样违反你的服务精神，你怎么可以打乘客呢？所以我把你废掉。然后他去法院控诉哦，这就是他本人，他出来讲，他就觉得很委屈啊，但法院采信了。所以这家伙呢，就因为这样失去了工作，说他是过度暴力。我救一个人，我帮忙一个人，结果我就被 fire 了。对啊，所以那我问你，那到现在就变成是这样，还有人要吗？哎，这个叫多有爱心。为什么我们 po 这张照片？乌克兰爆发的时候，他去当志工，你看哦，他 solo 哦，独自前往乌俄边境。然后呢，他说我差点成为目标，我们根本不能用手机，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爱心、非常有热忱、见义勇为的人，就都被这样对待。那甚至你知道他们警察都来干嘛吗？我跟你讲啦，他们现在推给一个责任说，哦，因为我们警察单位啊，最近呢预算呢这个很拮据，可能有我们讲了好几亿元哦，大概我们讲台币70-80亿左右的亏口，对，所以我们不管那种便宜的抢劫案啦、偷窃案，我们都不管。你说50英镑下的。不管是偷抢拐骗，关我什么事啊？对，那还警察干嘛？就跟美国一样，零元购哦，所以他们就类似有这样的概念，所以才会这么乱嘛。但是你知道吗？他们的警力哦，动用在什么上面呢？来抓鸽子，抓鸽子，抓鸽子，抓鸽子。但大家讲说警察是鸽子嘛，他们就是有民众哈，来一个女性哈，她去干嘛呢？她就去英国很有名的这种街头广场，在伦敦的哈罗区哈。为了之后呢，警察把他上铐。为鸽子被上铐，对，为鸽子被上铐，而且还这么多人，你看1、2、3、4、5、6、7，全部警察围着他，快打部队包围。我以为是他是什么，他拿枪还是去拿了毒品啊？没有，他喂鸽子啊，罪嫌重大。然后你知道吗？就6、7个人把他围住哦，然后扣他、压他，然后呢不让他走，然后最后你知道裁罚他什么吗？哦，说哦好，给你罚你100英镑。然后就这样悻悻然走了。对，所以为了罚他100英镑，出动6名警力，然后外加手铐，外加呢我们讲的紧急的扣押。而且你看哦，还搜身哦。对啊，把所有东西，包括你的钥匙、手机、皮包。不，这是什么东西呀？他要收啊，他确认你还有没有其他的饲料啊，他不然你转过头还继续喂啊，就你知道吗？就是这么荒唐，因为这全部都是外国游客看到，他们把它拍起来了。你看哦，够了，我们走向彻底的疯狂，真是可悲！罪犯逍遥法外，喂鸟的坏人世纪大罪。看看这些警官多么勇敢，多么敬业，罪犯如此的危险，需要一群警官才能把他制服。所以你知道吗？就是因为现在呢，他们在限制喂鸽这个状况。然后警力呢，把这件事情当作是投药药物，但面对汤姆克鲁斯他家楼下呢被抢，然后伦敦呢到处被抢，他们都完全视若无睹。慧珍，现在伦敦真的是完全变一个调。之前施凯尔已经在外面被骂得非常惨，去中国被人家说你在干什么东西，你是日不落帝国。
你竟然去舔共，好，已经骂得非常惨。结果回到国内，又因为超级大使馆的关系被骂翻天。结果现在更离谱的是什么？你能够想到一件事情吗？现在在伦敦的街头，竟然一大堆人，英国人上街，他们在挺哈米尼耶。他说英国到底是变成什么样的一个地方？甚至专门抓这种非法移民的移民官，他本身就是一个黑工。是，现在整个英国看起来好像快要变成是非法移民的天堂哦。为什么？因为警察不知道是抓不胜抓，还是钻法律的漏洞，让这些非法移民竟然还可以假装是政府的官员来进行执法人员呢，变成是执法人员。这一起案例事实上在英国引起蛮大的争议，他们就说啊，你现在看到啊，那个一年竟然有41000多个人是非法移民坐着小船体来到英国，结果呢却发生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有一个来自阿尔巴尼亚的人啊，他说他是一个在查缉，这次我们海巡署人员就对了，去查缉这一些坐小船来的非法移民。结果呢，他就说，有一些人呢坐小船来到我们这边之后，他查窃过程里面，他把人家洗劫一空，他竟然把人家值钱的东西都带走。然后呢，他们想说怎么可以？你是执法人员，你怎么可以监守自盗？他强盗了吧？对，他就强盗。结果查下去之后，发现他本人并不是公务人员。他是假的，他是非法的，就这样混进去了。结果英国政府完全都没发现。你看画面上这些人是谁？天哪，他们竟然是挺这个哈米尼的。然后呢，他们全副有一些相关的配备，然后也是蒙面，用阿拉伯语不断的高喊啦，就是在喊什么？就是哎呀，哈米尼，我们支持你啊，你让我们觉得很骄傲。天哪，这是伦敦然后他们心想说。怎么会在伦敦伊朗的国旗啦，挺哈米尼的旗帜，而且这个伊朗的国旗是伊斯兰国的国旗，所以还有哈米尼的画像全部都出来。伦敦竟然在挥这个国旗的。是，你看他们在干嘛？他们竟然在英国最繁华的 King Cross Station 在那边，在街上直接就开始进行祷告，他直接就面向东方，然后跪地，然后开始祷告。那大家超生气的说，人行道是用来走路的，不是用来祷告的啊！我20几年前在英国念书，真的完全没有看过类似的景象哦，所以你会想说，你这样一看，你会真的不知道，以为是在英国还是在土耳其？因为土耳其其实有可能会这样。然后再来，我跟你讲，更夸张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他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个集会游行，都是去挺巴勒斯坦啦，去挺伊朗的。结果你知道吗？现在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谁？他自己是伊朗人，他2年前移民移到了这个英国，他跑来这边，他告诉这个英国人，他说：“我跟你讲，你们要非常小心这一些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你看，还没有讲1、2、3、4、5蹦，他就说：“我跟你讲，你只要听到真主至上，你就要赶快散开，因为5、4、3、2、1，他就会开始恐怖攻击。”所以你看，他说他跟他女朋友，他跟他女朋友在温布顿，结果他们就被另外一群也是类似伊朗或者支持巴勒斯坦的人，他就攻击他，然后他就说这些人攻击我，这些人攻击我，然后他就问他说：“那他们这些人攻击你之后有被遣返吗？”他说只有一个人被遣返，其他都没有人被遣返。然后呢，我跟你讲，现在整个失控到他们甚至伊斯兰的激进，你看。哇，全部都是这样，全部都上街了。当你英国政府你不去介入，还有这种连蒙完面的有没有？蒙面之后还拿刀子的，吓死了！几百人就露天帐。我跟你讲了，刚刚那个宇轩不是讲很多抢劫的吗？这些人搞不好抗议完去抢劫，服装看起来也蛮像的，搞不好就这样，所以他们才会很多人就说，真的拜托英国政府不要再摆烂了，警察到底在哪？这些人口号喊的就是真主至上。怎么现在等于英国已经站在什么习近平这边，他站在哪里？哈米尼这边。我就想说发生什么事？现在只要站在这边都会出大事，而全世界只有一个人看得非常非常透彻、非常懂，是金正恩。金正恩不是跟习近平非常好吗？结果没想到他才是里面最聪明的一个。他原本过去北韩都会出月历，每年都会发月历是干什么？是要跟大家讲说有多少的国家来送我生日礼物，表示说我的外交做得非常好，我是那个非常非常棒的人。结果这个月历里面竟然完全没有习近平哦，而且连他的礼物都没有，反而普丁出现了2次。所以最聪明的金正恩已经要跟中国跟习近平
做切割了吗？是目前看起来是这样哦，因为北韩哦，每年初都会跟赵哥你刚刚讲，他会发布很多的阅历，那这个阅历里面有展示他们军武的，对有展示他们风景区的，对还有一种就是展示哪一些国家有送我北韩礼物的。哦，就是这张，就是对不对这个它叫做满满的礼物。没错，国际友谊展览阅历就是这个阅历，哇，对上面的很漂亮，对不对？你看这个阅历哦，其实展览的就是历年来别的国家领导人送给北韩的。好，大家就看着，来在我想有辛巴威的国王，有什么国王？有柬埔寨国王，对，甚至连什么捷克斯洛伐克解体前共产党总书记送的礼物都在里面。对，然后大家就想说这个北韩的老大是谁？中国啊。对，所以习近平一定有送，对不对？对。然后大家从1月翻到12月，没有付之阙如。但大家又找到另外一个猫腻哦，没有习近平送的礼物，但有普丁送的礼物。有普丁没问题，但你知道吗？普丁送的礼物出现了2次，普丁占2次了，占了2次啊。习近平是0次，0次，2-0，普丁大胜。但你刚刚说没有习近平，是不是1到12月都没有中国？有其实他有列中国，对，但他不是列习近平送的东西。你说这阅历里面就是这一张，对，用红圈画的这一张。对，你看一下，这是几年送的？这是1991年，谁送的？江泽民跟杨尚昆送的啊，当时送他的这个御马啦，万马奔腾，所以大家就视为说，奇怪，难道金正恩就像你刚刚讲的，看透了，也知道现在风向不对了吗？跟中国在一起会衰的，会衰的呢？还是说，是不是习近平根本没有送金正恩东西吗？错了，你来看一下，尤其是2018年，这时候最重要，因为这时候是两国关系的钻石时代当时习近平这个送金正恩他大型的景泰蓝工艺花瓶，我告诉你，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上面这个相当昂贵就是画面中这个漂亮，对，很大的这个非常漂亮哦。然后还送他什么瓷碗，还有送他茶具啊，甚至还送他茅台酒。我要跟你讲。不止什么，习近平送金正恩，还有谁？彭丽媛也有送什么？也有送李学祖哦。对，以上李学祖讲一讲，送他红宝石跟玛瑙饰品。对，好货，好货，价值人民币247万。好，那其实从这样子的角度上面，我们来看到现在金正恩他有一个政策，他的外交选择就是什么？就是亲俄远中。亲俄远中，那大家就很猜测说，他到底这样的博弈选择是为了什么？可能会让朝鲜半岛的情势更加诡谲，当然也有可能让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节节败退。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